师祖，啊，为什么他看上去好大一个？他伸过来的手也好大一只，简直像个巨人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变成水獭了？喂，为什么把我变成这样？快把我变回来！我的长腿，美颜。不是我把你变成这样，是你自己想变成这样。听你胡扯，大猪蹄子胡说八道！我给你吃了一枚唤醒丹，会让你变成你心里印象最深刻的样子。这水塔看着油光水滑的，手感一定很好。为什么现在这么好的手感我自己摸不到，反而要便宜了司马胶？网络误我。快把我变回来！唤醒丹会让你保持这副样子3个月。能不能挪开你尊贵的手？我是个人，不是个抱枕，好吗？抱枕，能抱着入睡的枕头，此名甚好啊。为什么要给我吃唤醒丹啊？如今你在外人眼里已经死了啊！不然你迟早会死在尸圈里那个老贼手里。他不是你的守护人吗？哼，他如今这副恭恭敬敬的模样，只是表象。所以你是为我好了，但是水塔也太过分了。我觉得很小学鸡。小学鸡不是这么用的。罢了。如果睡觉能提升修为，你定能称霸庚辰仙府。哪里来的小灵虫，幸得师祖这般亲情？师祖，弟子如今也有新的名字了，叫黑念九。好听好听，恭喜你啊，念九！哎，你这个嘤嘤怪在怪叫什么呀？与你何干？啊，有了名字，还是那条笨蛇。师祖，您如此看重庭燕，应该没有真的把她杀了吧？我还没有告诉庭燕我的新名字呢。你若再查不出我交代你的事，我便也杀了你。师祖饶命，弟子已经找到那位姑娘了，是阴之宫的暗雪。弟子也问过若灵了，若灵说她也好多天没有见过暗雪了，但是她的命灯还在，应该还未死，只是被藏起来了。不过我带了许多暗雪留在阴之宫的东西，看看有没有能够用得上的。既不洗魂，又不灭口，这不像是尸圈里的风格。这暗雪到底有何特殊之处，竟让他如此大费周章？莫非是尸千旅看上了暗雪，对他别有用心？竟被你猜中了。尸千旅这个为老不尊的东西！蠢蛇，这是施真旭碰过的东西。啊！那原来是施真旭把暗雪藏了起来，他才是暗雪的情郎。你将这缕灵力打入暗雪的命灯之上，把消息放出去，就说是我们在找暗雪。是。说不定施真旭是尸圈里的破绽。
师祖，暗雪的命灯灭了，是被尸千缕杀了。看来，我们问不出什么消息。只要我想，死人也得给我活过来。师祖，还护着那杀你之人吗？我只是想与真虚长相厮守，为何却容不下我？师祖想知道什么，暗雪知无不解，还请您替我报仇，杀了尸千缕。尸千缕与尸真虚到底在谋划些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尸真虚去哪里了？赤焰城，寻找身后有火焰胎记之人。他寻找火焰胎记做什么？师祖，他难道就这么死了吗？他神魂尽碎，我的那道术法也只能让他留存片刻。这尸千缕下手也太狠了。我现在总算明白，师祖说“尸真虚是尸千缕的破绽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。说来听听。您早就料到尸千缕对尸真虚和暗雪之事心怀不满，所以故意放出我们在找暗雪的消息，就料到他一定会趁着不满和厌恶而杀了暗雪。当初您让我将您的灵力注入暗雪的命灯内，便就是等这一天。你倒是有点长进。师祖，这是庭燕的床。念九，你咋一副死了道友的表情啊？师祖，你不会真的杀了庭燕吧？哎，师祖，你快解释给他听啊！我不杀他，其他人也会杀他，迟早都要死。不如让他早点解脱。我不信，师祖不会杀了庭燕的。师祖一定是把庭燕保护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哼。不能让这家伙夺走了师祖的感情，我得做点什么。只是我这样以后还怎么吃喝玩乐？我们去其他地方度假。哪里啊？比空中飞阁更好玩的地方？好玩儿，去了便知。虽然把我变成动物逮着我好，但终究是为了保护我。司马乔，算你还没有丧尽天良。这些傀儡人怎么了？故障了吗？这些傀儡人都是尸千缕那老东西的眼睛。你这么淡定，不会从一开始就知道吧？会找些错漏之处给尸千缕，如何让他放松警惕？我们要离开多久啊？会不会被人发现啊？谅他们没胆子，敢再擅闯白鹿崖。师祖，弟子愚笨，不像庭燕那般懂得如何玩乐。不要提那已死之人。散播廖庭燕消息的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是之前三圣山的暗雪，他之前和庭燕就有过恩怨，他定是为了报复庭燕才散播的消息。不过他已经死了，什么消息也问不出来。司马乔，我看你还能猖狂多久？这
这赤焰城就是你之前说过的庚辰仙府的外围是吗？没错，内围是各大家族的本家所在，都是些灵气充沛的修炼之地；而外围是那些附属的小家族组成的聚集地，多是庚辰仙府弟子的家族，世代繁衍而生。还有一些迁居过来寻求庇护的寻常百姓，所以在这里，大家的修为等级都很低。原来如此。哎呦，公子您可真有眼光！好久没见过这样的市井烟火气了。你从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吗？算是吧，就感觉有点亲切。我们要在此地办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吃个够。好呀，好呀。好的。我在和他说。师祖对新来的家伙可真好。为何放在体内会被唤起某种感应？他在指引我什么？这祖宗特地飞这么久到这个地方，难道是为了？这是什么老年师祖剧本啊？闭嘴！我刚才有吭声吗？师祖，你有读心术？没有。那我再测试一下。司马昭，你这个丧心病狂的老东西！你是不是在骂我？没有啊。王公子慢走啊！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啊！燕九，你和他在这里等我，待我吩咐。是。啊，我也要去看热闹。哎，公子，里边请。大开眼界，这等惊世骇俗的场面，念九竟然错过了。念九刚化为人形，让他看这些做什么？哦，怪不得你刚才支走了他。懂了，少儿不宜。没想到您是这样的人啊！我来这里找人。找人。田公子，不是今日刚娶了第14房妾室吗？怎么不守着洞房，又来这里寻欢作乐了？啊，就是啊，都娶回家了，特娶这一时。严公子，不要不高兴嘛！来，第14房妾室，这男的未免也太渣了。你看那个人。看到了，就是距离太远了，人有点小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他背后有个火焰痕迹。师祖，你要找的人就是他吗？哎，师祖，那个人上来了。还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缠着我到几时啊？还郎，你之前分明说过，今生只钟情于我一人的，可你现在为何还要来这里寻欢作乐呢？来人，你们花楼管事的呢？来了！还郎，你快把这怨妇拖下去。是，还郎，走，还郎，走吧。住口不说，这哥现的，早给他曝光出来，骂到社死。你操心的倒是不少，社死又是何种死法？
最让人难受的一种，生不如死。走。你是何人？你要做什么？师主，这人和你的家族有什么渊源吗？我也正好奇，此人竟与我有血脉感应。只不过是换了个衣服，他们怎么就把你认作那肾虚公子了？我施了一点障眼法而已。哦，师祖，你是要冒充别人身份打进敌人内部？我还以为你是直球强攻系的，没想到你还能使用迂回战术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严公子，看你气色好多了呀！春宵一刻，果然……手不要可以废。要！快住手！我真是高估你的迂回战术了。你现在是严公子，要露馅。还老，还老，严公子，严公子，你如今仍是对我避而不见，是我们以往的誓言都不作数了吗？这小姐姐实在可怜，你要不就别伤她的心了。他伤心与我何干？师祖，切记你现在是严公子，你就对他说，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执着。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执着。我就是个烂人、人渣、禽兽中的禽兽。我就是个烂人、人渣、禽兽中的禽兽。所以，姑娘还是忘了我吧，去寻良缘吧。你还是忘了我吧，去寻良缘吧。还老，我可以不再来找你，以后也不再来烦扰你。可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冷漠，待我仿佛陌生人一般？你傻呀，渣男劈腿都是这样。你傻呀，渣男劈腿都是这样的。师祖，这句不用说。还老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方才人太多，其实我是有要事想要告诉你。我们的女儿上个月出世了，可怜她还没有名字，你能不能给她起个名字？关我何事？还老，念酒呢？我给他传信了。不是说好了3个月水塔期吗？这唤醒丹的功效，当然是看我心情，想变就变。但你如今是已死之人，所以在外人面前，你还是要乖乖的做水塔。知道了。还老，这样看来，那个严公子真是个始乱终弃的大渣男。渣男究竟是何意？就是那种抛妻弃子，该被锤成渣渣的男人。或许会的。什么会的？让他粉身碎骨，变成碎渣。总觉得这祖宗要搞一票大的。公子回府了，公子回府了。公子，
你是谁？为何会幻化成我的模样？自然是你身上有我感兴趣的。你要做什么？是不是又要抓我回那里去？来人！公子，您忘了吧？老爷去隔壁城中办要事去了，1个月后才能回来。知道了，滚吧。是。你们究竟是何人？跟祖宗斗你是斗不赢的，收手吧，渣男！你背后的火焰胎记是什么由来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说。我不想回那里去，我也不想他们去那里，好可怕，好恶心。祖宗，他好像对那个胎记 PTSD 了。什么？就是一提到那个胎记，他就好像触碰到了一种阴影回忆，陷入到癫狂之中，连真言之事都拿他没办法。公子，老爷让您今晚去六姨娘那里歇歇。你以后哪儿也不许去，就专心待在家里给我绵延此嗣。那严家公子妾室娶了一房又一房，不去考取功名，还成天喝花酒，这跟养了个废物有什么区别？我看啊，你就是眼红人家命好，不用吃苦。哼，他这样早晚坐吃山空，家财散尽。还是一无所获，连搜魂之术都不起作用。看来他这阴影回忆还挺重的。他就是个废物。别急，我们看看从别处再找一下线索。不怕，随便在这府上杀几个人，不怕他们不说实话。师祖要不得，我们还有很多重要消息没打听呢。而且你顶着这渣男的皮，你要谨慎行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师祖，能不能帮我变回人形啊？我出去一趟。去做什么？那青娘小姐姐一定还不知道，这严公子都娶了10多房妾室了。我得去告诉他，让他死心。你不是向来都喜爱偷懒吗？怎么现在却主动给自己找事做？我那不是偷懒，是松弛。重要的是，那些个妾室已经够让师祖您难以招架了，青娘还时不时纠缠，我得帮师祖解决这个麻烦。也罢，那你去吧。嗯。若周青儿那里有关于火焰胎记的线索，也回禀于我。这个事业批也心假，知道啦。我在夸你，夸你。看你的样子，出师不利啊。我问过青娘了，她只知道那颜环身上有火焰胎记，但并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。那只能另寻线索了。而且那青娘活脱脱一个恋爱脑，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相信那姓严的负了她。什么是恋爱脑？就是脑子里除了情情爱爱，别的什么都不管的一种病。
那你得了此病没有？我当然没有啦，我忙着顾好自己都来不及呢。那便好。情情爱爱，是这世间最无用之物。话也不能这样说，美好的情感还是很给人力量的。只有你这等修行不才者，才会有这种念头。这个祖宗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长大，不相信情爱也很正常。还不休息吗？哦，水塔虽萌，也没必要频繁登场吧？师祖，明天我想出门逛街，能把我变回人形吗？你废话太多了，朝我休息。师祖，求你了，你别睡啊，师祖！又来，买个抱枕吧，祖宗，没几个钱。我已经有你一个抱枕了，何须再买？那能定位神魂的萤虫，指引给我念九最后的踪迹，便是这严府。想必司马娇和庭燕也在此处。逛街去喽！石武灵，姑娘，敢问近日府上可有一位女子进入？姑娘说的可是我们严公子心纳的妾室？妾室？不是，我寻的那位女子，大概有这么高，很瘦，很漂亮。陆灵是来寻我的？那没有见过。哦，多谢。陆灵，陆灵，哪来的小妖？别耽误我正事儿。陆灵，等等我！念九最后的踪迹，分明就是出现在这里。莫非庭燕她真的已经……你这小妖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这是何意啊？我是庭燕。庭燕？怎么可能？在观星台，庭燕请我吃果子，看风景。你真的是庭燕？庭燕，真不容易啊，姐妹。我明白了，师祖是想用这种方式保护你，好让你躲过那八大宫的为难。不过我见你命灯一灭，真的把我吓坏了。还是闺蜜好。如灵，如灵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了寻找庭燕的下落，恰巧来到此处，刚好遇见了她。你找到庭燕了？她在哪儿？你还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你放心吧，她现在一切安好。那就好。看来他与你是真的交好。
师祖。我教廖廷彦对任何人都要保密此事，他对你倒是袒露的痛快。师祖恕罪，实在是弟子担心廷彦的安危，苦苦寻觅，廷彦他不忍见我难过，这才相告。倘若你将他的下落说出去，师祖放心，弟子一定会守口如瓶。师祖，若琳，你们明明都知道廷彦在哪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想瞒着你，不如先找找自己的问题。自己的问题？哦，对了，若琳，我们这一次再见面，你是不是就可以正式授课了？授课？你忘了，你答应过要教我做人的。没忘。那这第一课，你初化人形还带着兽性。虽然兽性有残暴的一面，不过也会对他人不设防，甚至是无条件的顺从。你太过真诚善良，这样是要吃亏的。那我应该要怎么做呀？哎，若琳，你教教我嘛！哎，姑娘，上好的长哨，来看一看，喜欢哪个？来看一看吧。哎呦，姑娘可是好眼力啊！这可是上好音色的长哨。多少钱啊？只要100110。哎，慢着，你这长哨我瞧得出来，是在南山大批量采买的，最多10灵石啊。这10灵石，哎呀，姑娘，10灵石啊，您还是买这个吧，这个卖你10灵石，好吧？就10灵石。哎，不行，10灵石我这赔本了，不行。哎，不是，哎，10灵石卖你了啊！那，给师傅，这个就当做是我给你的谢师礼。我记得这哨可传音100里，若是我以死呼唤你的话，你在远方亦可以听到我的哨音。好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随时出现在你身边。谢谢你啊，念九。你看，人心皆复杂，处处都是陷阱。若是你以后再遇到买哨那样的情况，万万不可像方才一样一口答应，明白吗？那我应该如何拒绝他们呢？我来教你啊。委婉一些的拒绝，你可以说：“这不好吧？”这不好吧？如果对方继续问你，你就说：“我不方便。”我不方便。如果他得寸进尺，非要你做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截了当一些，明确的拒绝他，还是不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就跟师祖里平日说的“滚”是同一种拒绝，对不对？是，不过那个应该算是最顶级的拒绝。哦，这不好吧？我不方便，还是不了。滚！我想我学会了。最后一个，可不是我教你的。这不好吧？还是不了。我不方便。好啊，你个渣男，和亲娘还没白扯清楚，又出来个周月清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月清，哎，等等，我们的女儿上个月出生，可怜她还没有名字，你能不能给她起个名字？环郎曾写诗赠我，寄情与明月，清风送不归。明月清风中，天哪，
难道这个名字是？月姐，师祖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何事？那个颜环，他是真的喜欢青娘的。你这么急匆匆的来找我，就是为了来和我说这颜环的花边轶事？我刚才看见他给青娘生的孩子取名字呢。就算他真心喜欢这女子，那又如何？哎呀，师祖，你想想看，像颜环那种虚张声势、风流成性的人，既然喜欢，他把青娘娶进府不就得了？为什么反而要极力和青娘撇清干系？我想，或许颜环的苦衷，就和那火焰胎记有关。公子，公子，十二姨娘她投井了。什么？还好被人给救上来了。带我去看看。公子，就在此处。我的贤哥，公子，求求你让我见见我的贤哥吧，公子。若不是实在思念我的儿子，我也不会以死相逼啊，公子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让我见见他吧。公子，我也思念我的孩子。公子，他孩子呢？这小的也不知呀。公子您和老爷是向来不准我们过问孩子的事的。怎么听起来这严家老爷也有猫腻呢？对哦，祖宗，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，这严府一屋子的妾室，可是整个府上一个孩子都没有。还有一个人有严家的孩子，青娘。我上次就是在这里看到的青娘，她说她家就在这附近。环郎，青娘，你怎么了？我们的孩子被人偷走了。何时的事？方才我跟孩子本来在院子里玩耍，我进屋想给孩子拿个拨浪鼓，我才回到院子里的时候，孩子就不见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去寻回来。可是这满街都是人，我们也不知歹徒去哪儿，怎么找？跟着这流光，应该能寻到那阴海的下落。这边，就是你，把孩子还回来！你给我走开！嘿嘿，师祖，刚才是不是你救了我？可有受伤？没有，幸亏有师祖你在，及时把我变成了水獭，不然我就被施家的人发现，难以脱身了。今日之事有些古怪，恐怕是有人暴露了你的行踪。方才是谁与你一起出门的？我自己出门的。若琳跟我一块儿去的。你真是愈发放肆了，竟敢对我撒谎！我怕我说了你怀疑若琳嘛。她毕竟是阴之宫公主，很有可能串通世家。不会的，若琳一定不会出卖我的，我相信她。再说这不也没多大事儿嘛，而且都化险为夷了呀。没多大事儿。你的命是我救的，你的血是我给的。你若遇险受伤，浪费的是我的血。说到底，嫌我浪费你的血了呗？
天就知道吓唬我。对了，你不是爱说谎吗？看你如今还如何骗人。司马叫你把真言之士给我关了。公子，那我的贤哥，祖宗，给点反应啊！我会查明他们的下落的。多谢公子。谢过公子，多谢公子恢复我自由之身。公子定是知晓了我们的苦痛，这才放我们离开的。我将今日视作自己重生之日，特地梳洗一番，迎接这一刻。太好了，就是你这身粉色显得你有点黑。哪怕我碰个梗都会讲出真心话，完全不给我活路。你真无理，还轮不到你来评论我的穿着。抱歉，抱歉。师祖，你能不能赶紧把这真言之事给我解了？就算赤焰城的人法力低微，看不到我额前的法阵，但是我这样一直持续口出狂言下去，他们也会觉得奇怪的，说不定那点就把我群殴一顿，你知道吗？都说了是惩罚了，若有人愿代我之劳，揍你一顿，也不失为一件妙事啊。你这什么小学鸡行为啊？看来你对我的此举很满意，竟夸我为小学鸡。小学鸡才不是什么夸赞，说的是你幼稚、无聊、无理取闹。廖廷言，你快住嘴吧！既然如此，你不妨继续骂下去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这不是您想听真话的吗？您看您给我解了，我再多奉承的话，我都说给您听。哎，虚伪的奉承多无聊，我偏不爱听。奴婢见过公子。那，公子，奴婢能不能留下来？奴婢无依无靠，愿留在严府日夜侍奉公子。不必，我不习惯有人陪着我。你说对吗？我看你挺习惯的呀，昨天晚上不是抱着我睡觉吗？原来公子遣走我们，是因为这位姑娘。没错，我就只愿意留她一人陪我。开不开心？开心谈不上，倒是很惊喜。这什么走向啊？剧本里没写啊。我看你是心花怒放吧，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姑娘，是这样的，我呢其实是一个水獭，他呢也不是真的严公子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不愿再做着严家的公子了。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活着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奴婢将会一生祝福公子和姑娘。看到没有？再不给我解开，小心遭到反噬，毁了你的千秋大计。我不知道什么千秋大计，我只知有人骂我为小学鸡。真言之事，再延期5日。你是不是在心里咒骂我呀？是。那就再加5日。公子今天不知道要搞什么，先是解散妾室，又叫全府上下清点老爷的家产，怪吓人的。哎，姑娘，我听出府的姨娘说，公子很是喜欢你啊。大家都是做下人的，能否帮哥在公子面前美言几句？让我当个管事啥的，以后有用得上的地方，哥也帮你。谢谢啊，这位哥，看你这模样，能当我叔了吧？我才20出头。对不起啊，我看你这发际线后移，以为你50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这嘴着实不听话。看在公子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真不识好歹。姑娘，嗓子坏了，估计是太累了。你注意休息，我先去忙了。
能不能别跟我说话了？这短短一天尽得罪人了。啊，让下。轻点啊！哎，师祖啊！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啊，效果不错啊，不就是真言之事吗？听不到不就不用回答了？有意思啊，廖廷琰。不管你是夸我还是骂我，我都听不见。你身后有池塘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缺德的样子特别帅吧？你诚心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捉弄我？我方才提醒过你啊，你身后有池塘，你自己不听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你现在为了给我找乐子，真是费尽心机啊！为了捉弄我，你这个小学鸡今天也是很努力呢。若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，还玩吗？不玩了，拉我起来。我们去找这府上的管家玩玩。公子，老爷的家当都在这儿了。去钱庄全取出来吧。这，你顺便告诉外面的仆从，院子里摆的那几个宝箱里的东西，大家随意挑选，然后离开严府。公子，那可都是老爷最在意的宝贝。这，是。公子这是要做什么？老爷也不知道人在何处。不行，我得马上派人把消息传出去，希望老爷收到消息，赶紧回来。哎，这几箱既不是珠宝，也不是金银的，怎么最受欢迎啊？姑娘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咱这个城术法低微，而严老爷又很崇尚仙法，于是便从仙府各地搜集来了这些法器。法器？对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传音筒，这个呢是反弹镜，你看看，可短暂反弹对方的仙术。还有这个叫良缘木，只要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在这木头上，他们就会两情相悦。哦，我心悦花楼的花魁姑娘已久，打算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刻上去。花魁啊，那我觉得你配不上他。你太过分了！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想说出口的。你听我道歉啊，我道歉也是真心的。我不听。司马教什么时候把这真言之事给我关了？反弹镜。司马娇，我们谈谈。你想谈什么？你还想让我被真言之事搞得大出洋相到什么时候？能不能烦请你帮我解开？真的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那你可知错了？当初为何对我说谎？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有我自己的顾虑。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我就想有点自己的空间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如果连心里话都要被人听到，那活得多累啊！
我讨厌别人的虚与委蛇，以谎言相待。任何人在我面前都不能有丝毫的隐瞒。师祖，我知道你一直被谎言包围，我知道欺骗让你感觉很孤独，而我呢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，没有人懂我的想法。其实我们都很孤独，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对方的心情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所以，不要再惩罚折磨我了，好吗？你为了好玩，就让我这么不自在啊？在你看来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好玩？不然呢？为了你的大局，还是一切谋划不失败？最让人不悦的就是，你说的这些，都是你的真实所想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。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。你以后若再敢用这等凡间俗物戏弄我，我就让你做一辈子水獭。司马交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还是说他对我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？不，他这种人不可能爱上别人的吧？可他那个眼神会不会也太真挚了点啊？哎，真的是烦死了。你喝醉了？不可能，我千杯不倒，才喝了1杯，怎么可能醉？你原来是人，如今是一只水獭，酒量自然不同。这些都是给自己准备的。不然呢？算了，本来也是为了庆祝我们解放了大半个严家。那师祖你也吃点吧。你在做什么？抱着睡觉呀。你不是也经常
休了。嗯。师祖，别冲动啊！你来取我性命了？正是。不，师祖借一步说话。不，你做什么？哎，师祖，你要杀的人就是严公子啊？有何不妥？想必儿子的死讯是最能引他回府的事吧？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血腥啊？折中一点，柔和一点啊！这样做，对他来说，未尝不是解脱。死怎么能是解脱呢？难道没有别的方法了吗？那你想怎么做？咱们阻止他继续当一个生育工具不就好了？不如我们促成他跟亲娘私奔，这样也相当于妨碍了严家培养凤山血脉的计划，严老爷也能回府。你想借此把严公子拉出泥潭，我劝你省省，别做白费力气的事儿。事在人为，我相信我们可以的。师祖，信我。
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总要试了才知道。那我去帮亲娘做准备啦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严公子一口气遣散了所有妾室，还给每个妾室1大笔安置费啊！啊，还给了每个妾室1大笔安置费？确实如此啊！不，是正儿八经的和离呢。不光如此啊，严公子还把家财跟下人们分了，把下人们也都遣散了呢。真的呀？我说呢，这不乱了套了吗？这你们说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这严公子怎么忽然这般乱来呀？真是，哎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这严公子本打算和之前私会的花楼亲娘私奔，为了他抛下了严家的一切呀！还有这种事？可不是嘛！等严老爷回来，有热闹看了。对呀。你在闹什么？我在外面就听说你在家里闹得满城风雨。哼！你散尽了家财，还遣散了妾室，还要跟花楼女子私奔，如此胡来，我嘱咐你的事儿该如何进展下去啊？何事？说来听听。你居然把我嘱咐你的事儿给忘了！混账东西！都是外面那些野女人把你的心都勾野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从现在开始不许再出去。我还要再给你娶几房妾室，多生几个孩子要紧，否则我们老严家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谁还供你锦衣玉食？那些孩子都是给谁生的？你去花楼那种地方混，把你脑子混坏了吧？从进门到现在连句爹都不叫，简直混账透顶！要我叫你声爹，恐怕你福分还没修够呢。你是谁啊？你不是我儿子。我是你祖宗。荒口小儿，竟敢羞辱于我！严环身上的火焰胎记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严家和司马氏同为凤山一族，严家每隔几代就会生出拥有司马氏血脉之人，背后便会有那火焰胎记。你们会拿这些人如何？这样的孩子一出现，便会被直接送往那个地方。若孩子的血脉之力稍强，便会直接留在那里，我们严家自然会得到许多好处。若血脉之力稍弱，就像我儿严环那样，还可以回到自己家里。那个地方在哪里？百凤山。在何处？不知道。会有修士前来接引，我们不能靠近，只能在外面。若我想尽快去这百凤山，有何法子？只能等待。向来都是那百凤山修士联络我们，每月月底，那百凤山修士便会到府中查看有无喜脉。若府中但有子嗣，百凤山修士会现场查验，是否为拥有凤山一族血脉的后人。若查验无误，便会直接带到百凤山。我会随同左右。不就是需要一个孩子吗？不成问题。我教你的那些东西，你都背熟了吗？我睡觉都在练呢。师祖，念九，你先将严老爷控制在府内，然后再去办一件事。委婉一点的拒绝，可以说，这不好吧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为我做事有何不好？如果对方再要求呢，你就继续婉拒，可以说我不方便。倘若是我要让你方便呢？
那你就可以直截了当一些，明确拒绝他。还是不了。念九，这世间就没有你留恋的东西了吗？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药？弟子知罪。弟子不过是教念九一些待人接物的话术。教他如何叛变师祖。弟子不敢。哎，你这帽子扣的。师祖，这真的不关入灵的事，是我自己缠着入灵，要跟他学做人的。我上的第一课，就是入灵教我怎么学会拒绝别人，因为我想着，我也不能再像之前那样，像个家养动物，对谁都是百依百顺的吧。哼，你同他学，还不如来找我学如何做人。哎，师祖，我们还是别捉弄念九了。正好我要去找严公子，你帮我变回人形呗。庭烨，你完了！这水塔就是庭烨啊！过几日，我便要随严老爷去百凤山，你替我回去，盯紧施家和八大宫的动向。倘若情况有异，随时回禀于我。是。若在此事上立功，得到司马教的信任，之后对其不管是杀还是利用，或许都能助我尽快破除仙魔屏障。师祖，我同念九一起去吧。好，有任何情况，随时向我禀报。是。严公子，你随我来吧，亲娘和你女儿都等着你呢。不，我不去，我不能害了他们。他们母女离我远远的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振作一点，我们已经听你爹说了白凤山的事儿。我家公子很厉害的，他一定能解决百凤山的事儿，让你们再无后顾之忧。现在我们已经把路给你铺好了，以后你可以随心生活了。经历过这样的事，还能随心自在吗？这凤山一族的血脉，总有一天还会将我拉入这悲剧之中。他说的没错。你还想睡觉？这家伙快死了！我刚给他吃了救命大补丸。这家伙的灵符里面一团糟，他之前要跟人同归于尽，连神魂都差点烧了拿来用。现在虽然身体正在恢复，但是意识已经快散了。那会怎么样？会死。可是刚刚那高人的灵药只能救身体，救不了神魂啊！你进他灵符，把他的神魂劈一劈不就行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不是一直喊着要杀死司马娇吗？你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以为我想救他？我还没想到办法和他分开。他现在死了，我不就一起死了？所以你赶紧救他！你说的轻巧，司马娇修为这么高，他不敞开灵府，我怎么进去？你去试试啊！他不是很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喜欢我？他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。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吧！再不抓紧，等他意识彻底消散，他可就真死了。司马堂活马医吧，我怎么进灵府啊？贴额头。哦，贴呀！
服了。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，没有攻击性了？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！师祖，司马娇，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，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娇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，这是神魂内核。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日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，快停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
司马萧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。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呦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恩的灵符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
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。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你醒了。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……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怕什么？师祖饶命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饶。怎么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看来你这次受伤还真挺严重的，连真言之势都失灵了。你方才说不喜欢，难道你很喜欢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没了真言之事，我现在仿佛也能辨别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。司马萧真的喜欢我。金谷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
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尸仙侣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尸仙侣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，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，神魂与肉身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，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公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，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？对你何需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尸千缕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尸千缕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尸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尸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尸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尸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尸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死吗？马江，你好像真的是强弩之末，身体快崩溃了。你在害怕，真正该害怕的是对面那些东西。司马江，你要是实在太疼就算了吧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没必要为了他们延长自己痛苦的时间。估计我今天要交代在这里。不过，
假期有这么久，我也挺满足的。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吗？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。我对这天地已无留恋，而他却只想好好活着。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他这是要做什么？师祖，走。师祖，你快走。你走不动了吗？走不动了，你快自己逃吧。你再撑一下，起来。你连逃都不会吗？起来，师祖，再撑一下。你要带我一起走？对。你是想死吗？不想。你带着我走就是找死，你没那么傻吧？这不是傻，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振作一点，你告诉我逃到哪里比较安全。你快走。师祖，司马交，司马交，你快醒醒啊！司马交，他脚上的是什么？怎么在发光？这是哪儿？为什么好像进了别人的地盘？既然有缘来了，便不要急着出去了。孩子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果然是你。你是来杀我的，还是来救我的？杀人亦或救人，都有可能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需要解开一个问题。如果没有耐心给你解答呢？这个问题不是由你来回答的。姑娘是魔域的魔修吧？我是魔修。若是让掌门或其他公主知晓你的身份，你觉得司马交还会护着你吗？我觉得，即使我是魔修，我应该也没有伤害过人吧。姑娘不用紧张，
我知道。哦，我的双眼可见善恶，所以能够知晓，你并非邪魔之流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被你收了。多年前，我在三圣山见过司马教一次，那时候他年纪尚小，就显露出了超乎常人的心智与悟性。我当时给他取了慈藏作为道号，便是希望他对生灵有慈心，能将他的杀心归藏。在我所预见的未来里，他会以一己之力毁灭庚辰仙府，几乎颠覆了整个修真界，更是屠杀无数无辜的凡人。是我土变成胶原，是仙境沦为地狱，导致生灵涂炭，犯下滔天罪孽。师祖他虽然看起来残暴，但他并不是滥杀的人。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，就算是死路，也会有一线生机。我在他满是血腥杀戮的未来里，窥见过一丝生机，所以我预言，他会等到一个转机，一个会改变他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当年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念珠，意在镇压他身上的戾气，助他清心。但同时，他若起了杀意，便会感到痛苦难当。那这珠子原来不是个装饰品。这念珠，他人只觉得是束缚司马教的封印。自从戴上那天起，再无人能解开。但其实，它还是一样灵药。若你能解开这个封印，这枚灵药便能救他一次。若你不能解下，就说明司马教没有等到那一线生机，今日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。您就不能直接救他吗？姑娘不妨试试。果然如此，既然你是司马教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教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火，希望司马教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教，他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这珠子虽然是你脚上摘下来的，但你应该不会嫌弃自己吧？
蛋羹口感顺滑，入口即化。这调味，在香菇若有若无的映衬下，更是将鲜美发挥到了极致，简直天上有地上无啊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面前明明有，非要吃别人的。想吃便吃了。爽脆弹牙。真想把那一盘点心都扣他脑袋上。你听到了？嗯？听到什么？司马娇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说话呀！嗯？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又骗我！你不是说你不会读心术吗？我的确不会读心术，只是近日你心绪不稳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只对你，这种精准判断就不必了吧？为什么偏偏针对我？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这是修仙界常有的事。你有什么变化吗？不会是因为神敲，所以你不用睁眼之势都能听到我心里话了？这些事，你在陈学府上没听父子讲过吗？廖廷烨啊，廖廷烨，以后还是认真听几堂修真界生理健康课吧。你想的这些，我都听得到。1得1，2得4，3得9。祖宗，不会在我激动时的每一句脑内想法，你都能听得到吧？不至于一字一句那么清晰。不过，如果你要是骂人，那我是知道的。我劝你平心静气为好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这个动不动发怒的！44、16、55、25。你每日除了想吃想睡，还能想什么？害怕让我知道的事儿？您恐怕是对我的认知不够全面了。我在的那个世界，信息爆炸，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东西，恐怕是要超出您老人家的想象啦。我还是背会儿乘法口诀清清心吧。别笑了，别笑了，别笑了！我倒真没见过这样的。不愧是魔域教出来的，让我大开眼界啊！祖宗，求你别看了。算了，从今天起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。说起来，
我和这祖宗神交后没少在心里骂他，莫非都被他听到了？没错。祖宗，求你不要再跟我的脑子隔空对话了。等等，我之前那么骂司马娇，他都没反应，也没恼羞成怒一巴掌打死我，莫非是真爱？没听见吗？你没听见吗？我要休养生息了，祖宗请自便。请你平心静气，不要搞事。这就是平心静气啊！你有你的床，你回去睡。我的床榻就在这里。庭燕，今晚我也不在。哦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嗯。你想要什么吗？怎么这样问？我要出门，你若想要什么，我给你带回来。
出差回来带礼物，真的好像夫妻啊！都可以，我不挑。好，等我回来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他怎么这么温柔啊？不会是真的是把我当成道侣了吧？你回来啦？回来了。哦，你这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在一个宝库里面看到的，觉得还不错，就带回来给你玩。这应该不是个单纯的镜子吧？这个怎么用啊？这面镜子只要有灵力，即便两面镜子相隔万里，也能看到对方的状况。可惜画质没有手机的清楚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很喜欢。撒谎，不喜欢就碎了。啊！你干嘛呀？我喜欢，你还我！这可是你专程给我带的礼物，你给我。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这便是大谢礼呀。我要澄清，这个不是感谢。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就是形容两个人心意相通，互相倾慕。不是男朋友，是什么？用你们这里的话说，就是……
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廖天燕猪脑猪脑。暴躁的祖宗也有像只小猫的时候啊。哦，我的镜子！这个镜子要是多几面就好了，可以放到各个地方，再把所有画面都聚集到这一块上面，那不就是直播啦？直播？直播是什么？直播就是你能实时看到各个地方的情况，比如啊，把这个镜子放一面到庚辰仙府大广场，我们就能看到弟子打架比武；放到闹市街坊呢，能看到市井生活人间百态。甚至还可以放一面到山林花树里，野生动物大型生活录，岂不是美滋滋？听起来不错。以后你若听到声响，聚集灵力，敲敲就行，就能看到我想看的啦。今日，老夫要与你们细说凤山灵火。灵火是庚辰仙府立府的根本，滋养着整个仙府的灵脉。如果没了灵火，庚辰仙府地界将灵气全无，从仙府变成贫瘠荒地，天运也会颓丧。司马一族以血供养灵火，他们既守护了仙府的繁荣，也因此获得了高于普通之人的特殊能力。曾有几位大能飞升成神。司马娇，是我。你怎么这副表情？啊，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在这儿能用上视频通话。视频？什么是视频通话？就是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地方，但是彼此能看到彼此，能听到对方说话。你们魔域也有这流光镜？可以说有吧，但是我们不叫它流光镜，叫它手机。你好厉害啊！我随口一说直播，亏你能实现它。有了这流光镜，我便能时刻都提醒你，我这师祖一直都在。想让我记挂你就直说嘛，还要搞这么一套说辞。你这个司马娇的娇，其实该用傲娇的娇吧？上次你说想看直播，我便来了三圣山。哦，高塔跟宫殿都在重建了。哎，你的隐身术不是有时间限制吗？你小心一点，别被发现了。不必担心，我以障眼法行事，我心中有数。那就好。你拿高一点，你拿高一点，你这样我看不清楚后面有什么。司马娇，
喂，喂，流光剑也会没信号吗？你们在此处感应灵火下落，若有发现，及时禀报。喂，画面怎么不动了？我差一点被夫子发现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这样，没有活物。你是去找灵火的吗？有什么发现吗？暂时没有。你不必挂心此事，喜欢的话，看看风景便好。嗯。直播看多了也没意思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最近术法学的太多，记差了？我去看看书，查查资料。你要查什么？我可以教你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刚刚画的是什么术法？这个叫颜文字，我的专属密码，可爱吧？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你得意什么？我可没有在等你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我有课呢我就上课，没课我就出去买点心、买衣服、置办家具，我滋润的。别担心，这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。你要是身体不舒服，你就不要让自己这么累了。不必担心我。明日我会在学府多待些时间。你说不出去，真不出去了，是为了陪我？你喜不喜欢热闹？再过几日，便是庚辰仙府万年以来最热闹的时刻。是庚辰仙府的什么节日吗？不会是要约会吧？还有点小鹿乱撞呢。不是节日，但我会让它变得值得庚辰仙府纪念。啊。懂了，原来是搞事业呀。好了，小鹿一下摔死了。你不
不是说只有我心情激动的时候，你才能听到我的心声吗？你觉得你刚才的心情不够激动吗？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本人已睡着，请在低声后留言。滴。你这人笑点真的好低呀！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就知道拿我寻开心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摸鱼。哪个社畜不爱摸鱼啊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谁说我不知道？去吧。去哪儿啊？不是你说想摸鱼的吗？费这么大劲儿来摸鱼，我不去。为何？这里的鱼是最好的。下水抓鱼这种劳心劳力的事儿，我不干。也不过如此。摸吧。哇，摸鱼啦！你也太懒了吧！自己喜欢摸鱼，却要别人抓到你面前才肯摸。这片湖名为云空镜，这个就是运灵飞鱼。它们吃的食物都是用最精纯的灵气汇聚成小颗粒的。这么金贵，那这鱼我可摸不起。我们赶紧把它放回去吧。可我听说，这冰蓝鱼能美容养颜。那得摸。等你摸完以后，这鱼还能烤着吃掉。在别人的地盘摸鱼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不过有师祖你撑腰的话，这一条鱼是不是太少了？难得我主动下厨，牌面得安排上吧。怎么就你能抓到那些鱼？这个才叫摸鱼。什么都不做。反正我是什么都不做了。谁能给我抓到好多鱼，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我超喜欢、超崇拜的。会抓鱼的男人也太帅了吧，好让人有安全感。能抓到的都是超绝厉害。别废话了。
辛苦了，过来我给你擦擦汗。这点小事还不至于让我出汗。来嘛。你蹲低点。这些鱼别都烤了，给我熬个汤吧。你要吃啊？我自己抓的鱼，我不能吃啊。能，是什么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开口要吃了呢？是你这能美容养颜的鱼呢，还是我这个咸鱼呢？多嘴。人间美味，不对，仙界珍馐。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鱼啊？外表酥脆，内里软糯，又鲜又香。你的汤好喝吗？你自己尝。简直好喝的舌头都要掀掉了。好喝。它应该登上舌尖上的仙府，能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都觉得好吃。原来是因为这里的食材真的很好，我随便这么一搞都这么好吃。明日我要继续出门，用你的话说，就是搞事业。此行需费些时，你要是有任何想带的，随时跟我说。你放心吧，我还有你给我的流光镜，你安心去搞事业吧。那司马交在暗，而我们在明。想找他，实非易事。师长们，您最看重的云空镜湖中的鱼，被人大肆夺了。什么？是何人所为啊？这是那贼人在湖畔剩下的。这是庭燕极寒之体的痕迹，看来他的修为比从前更进一层了。我的鱼，哎呀，咱们这个庚辰仙府是越来越乱。师长们，你的这个运灵飞鱼自己都舍不得抓吧？鲜少见你跟我们大家分享。哎，这下可好了，哼，被一个无名的毛贼给偷了。这形势如此乖张，谁呀？司马交？哎呀，他司马交不好好养病，跑你眼皮子底下来偷鱼。我们八大宫现在正在全力寻他，如果真是他做的，那这份自信也未免有点大了吧？就是嘛，这运灵飞鱼吃了对养伤也没有太大作用。他司马交脑子要是清醒的话，也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到你这儿来抓鱼啊！就凭他的个性，着实也难说呀。如果是司马交为了庭燕才去云空境，就说得通了。不止你的气息，你的这张脸我也很讨厌。偏偏你还是个化神，既然这么没用，那就把你的修为悉数奉献给我吧。无冤无仇的，别再为难我了。我要是不好受，
你也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笑话！我全身都是天级的防御法器，凭你一个区区化神，能奈我何呀？这是什么邪术？居然能够伤我！什么邪术？我不是故意破掉你的防御法器的。你还不是故意的？你怎么这么狂？你怎么这么狂妄？韩道君叫风道君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把他的骨头全打碎，但是不要打死他。等我玩够了，再回来取他性命。叶公主，你们这是要给月公主送药？回叶公主的话，是少公主昨日受了点冻伤，看着只是抹了药立刻就能好的小伤，但不知怎的，寻常治冻伤的灵药都没有用，这才向师掌门求了些偏门珍稀的药来。不寻常的冻伤？嗯。可是少公主与他人起了冲突？对，那丫头现在还被少公主关在别宫里呢。可否带我见见她？是。她是谁？她说自己是夜游宫的大小姐。她体内有着极寒之体带来的特殊灵力。既然司马娇能将庭燕化作水獭，那么将她变成另一个人的模样，也并非毫无可能。你们抓到她的时候，就她一个人？对，她身边除了些不中用的小护卫、小侍女，没有别人。这是被高阶术法所伤，普通的术法根本无法治愈。这外伤也就罢了，内伤怎么也那么严重，实在是过分。需将庭燕带回宫才能疗伤。可是庭燕在这里，是抓住司马娇的最好时机。走吧。庭燕，廖廷燕有难，八公异动，子留山郊。师祖，我陪您一块儿去吧。您重伤还未痊愈，有我在身边，多少有个照应。此行怕是10千里的陷阱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庭燕是我的好朋友，您是我的主人，随您去救庭燕，面酒义不容辞。你站在那干嘛？少公主，衣服做好了，您试一试吧。有什么好试的？可这衣服，您的功力没了那些弟子，我的功力增长果然慢了许多。我前2天抓回来的那个化神期的丫头呢？是，还关着呢。让韩道君把她给我带过来。庭燕，庭燕。
毕竟是月之宫的少公主，你这样会被发现的。前面就是紫菱山庄，我儿就在那里。不就是带个永令春吗？闹这么大动静？大胆！谁同意你们进来的？韩道君，小风道君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的侍卫们很快就会回来，到那个时候，你们俩谁也走不掉。师祖，廖天燕。师祖，师祖，你不要过来！我娘亲很快就会来救我的。他们已经来了。初回，娘，救救我！司马娇，你快把我女儿送过来！师祖，他们在劫封印法阵，我们被包围了。知道了。月公主，别着急，莫要忘了，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封印司马娇。你来，剥了他的脸皮，杀了他。不要！这人欺负你，伤了你，你就要自己报复回去。他伤了你的脸，你就剥了他的脸皮；他让人打你，你就打碎他身上每一根骨头；他让你痛，你便让他剧痛而死。师祖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司马娇，八大宫拒赛。今日你要是将我女儿放过来，一切都可以商量。如果我女儿有什么闪失，我要你拿命来赔！吵死了！娇娇，我肚子好痛的，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先回去再说，行不行？不行。我受了好严重的内伤，你再不救我，我就要死了。我好怕疼的，求你了，祖宗。你确定不要自己动手？我没有跟你装，我们先回去再说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不杀，我便依你。今日八大宫看着是要动真格的了。你现在伤势还没有痊愈，我们利用月初回当筹码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别的我可以依你，但这个人必须付出代价。不，师祖，不要！月公主，你要振作一点！
你不是说你能救他吗？你不是说你能救他吗？我早就应该冲过去，而不是一直陪你们在这里耗着。你一个人冲过去有什么用？你能有胜算吗？你女儿只是被废了功法，至少命保住了。月公主，不要分心啊，振作起来！今日我定要拿下你二人的性命，为我女儿赔罪。你以为你这阵法能困我多久？司马昭，你要是能够破我的阵法，你早出来了。百凤山一战之后，你身负重伤还未痊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是不是重伤未愈？你可以走到我面前来，试一试便知道了。哼！朱灵，收手吧。入灵，你若执意如此，以后我们还如何做朋友？从我决定要杀司马娇那刻起，我便料到了会有这一天。我们那么多日的情谊，就这么断绝了吗？对。廖廷烨，黑念酒，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司马昭，你果然还没有恢复啊！灵火果然强大，你即使身负重伤，竟也能和我斗这么久。快要完成了，司马昭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司马昭，司马昭，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刻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八大宫之中有人帮了他？楚回，楚回！叶公主，刚才我看见你和那只飞鸢在交谈些什么？你们在交谈什么？他们劝我放了司马娇，但我没有答应。师掌门莫不是怀疑我？平日里，你和那廖廷烨相交甚好，又与那黑蛇颇有情谊。叶公主，莫怪我多疑啊。师掌门多虑了。你快坐。怎么样？我只是一点小伤。你的伤都还没有恢复，你怎么突破封印的？当时在小结界中，
你明明告诉我需要八大宫中有人助你，才同意让我去说服入灵的，不是吗？叶如灵只是个幌子，真正助我之人是袁彻。万一他背叛了你，或者帮不上忙怎么办？岂不是更危险了？救你之时，没有万一。明知道是龙潭虎穴，明明打不过他们，还要为我犯险。谁说我打不过？打得过，打得过。没想到你已经学会跟人合作了。他能助我，已经是他三生有幸，缘何合作呀？那你以后要学着多找人帮你。可是既然已经有了袁彻作为接应，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说服入灵，还要特地放那么明显的飞跃？为了不引起石千里的怀疑，我需要找一个情理之中的人，混淆视听。原来入灵是袁彻的挡箭牌啊！他可是我的朋友。我忘了，我跟他已经不是朋友了。丢了个本不诚心的朋友，有何烦心？你又没交朋友，自然不会懂这种心情。你迁怒于我，抱歉。我最近不知道怎么着，心情老是很烦闷，想到入灵这事儿就更烦了。我烦到胸口发闷，就跟堵了一团气似的。你最近时常感到烦闷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没有源头的很烦。先解决你这一身伤，再解决你的烦恼吧。入灵，收手吧。入灵，你若执意如此，以后我们还如何做朋友？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你没有瞧不起我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好。我们那么多日的情谊，就这么断绝了吗？对。你的眼睛亮闪闪的，好漂亮。我本来就是一条蛇，是你给了我化成人形的机会。我的命本来就是你给的，如果你今日要拿走，那我给你。师傅，这个就当做是我给你的谢师礼。若是我以死呼唤你的话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随时出现在你身边。快点！谁让你趴着？起来！快点！如今司马一族只剩司马交一人，待他有朝一日身故，我们便可重回故土。庭燕、念九，对不起，终究是我负了你们。我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我还要带我的族人回到故土。对不起，
让你们失望。又去谁家宝库打劫啦？来，快把这个吃了。感觉身体暖洋洋的。你还有多少伤？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好多伤。方才是我处理的太轻了。如果知道那些东西这样伤你，就应该让他们死得惨一点。好啦，别生气了。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脱险了。今天的事情让你害怕了没？不怕。都这样了还不怕？那我应该说害怕吗？你看，你的伤口愈合的还不错。可是我还有好多内伤呢。其实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可以让你的伤势恢复得更快，就像当初你治好我那样。你说的神交啊？不止这些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要被烧死！这就是我日日夜夜在承受的灼烧之痛。你不用怕，有我在这里，以后不会有任何人能伤你。这样的疼痛也不会再有。你若是疼痛难忍，可以向我倾诉，不需忍着。下一次若再像这般受伤，我就杀了。让你也舍不得。你的这里告诉我，你心疼我。
醒了。嗯。可有好一点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头好痛。哪里？我脖子也好痛。肩膀。肩膀。逗你玩的。这是哪儿啊？风花城。你现在是这城的城主，施玉香。施家。嗯。我们现在打入敌人内部了。风花城在庚辰仙府外府，施玉香虽然是施氏一族的人，但她不受重视。可是她看起来过得应该挺逍遥快活的呀。施玉香向来嚣张跋扈，建了一座风花城，外面的人都把风花城叫做风月城。你给我找这么一厉害角色，还真是难到我了。娇娇如此能屈能伸，那我岂能辜负了你的一番心意？胆子大了。啊，城主，您起了吗？哎，停！城主，外面的人不让我进来。嘘，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城主若真想宠幸你，自会叫你进去伺候。我是你们城主的朋友。哎，你，城主，此人声称是您的朋友，但小的从未见过此人。他是我朋友。城主，此人莽撞无礼，姿色平平，甚至还不如您身后那位。您怎会与这种人结识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是我朋友的人，姿色自然是比不上我这一位。城主，放肆！床上那个，城主都已经醒了，你不好生服侍，给城主打水洗漱，伺候更衣，居然还在床上躺着。明日我便把你赶回乡下。好大的胆子！我的人，还轮得到你来教训？城主恕罪。城主，需要我服侍吗？不用，你继续躺着。还不滚出去！是。刚刚庭燕的那个模样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？还不是跟师祖学的，威严示人。我何时有过这般模样？那我没习得您的神韵喽。念九，叶如灵对你利用多于情义。若你想要师父教你做人，我为你再寻一个便是。以后除了师祖，弟子不想再要任何师父了。念九，我听说这风花城挺有意思的，要不我们一同去逛逛？好。我要带你先去一个地方。哦，那你只好自己先去逛逛了。那我等你们。嗯。可是有新生灵火的消息了？没有。但是有人会主动带我去找他。谁啊？施千缕。哎，城主！城主！救我吧，城主！你们看我这个城主，看看我，看看我吧，城主！城主，看看我，城主！
师祖，你干嘛带我来尸鱼乡的宝库啊？你以前都不用法器的呀，怎么突然来看了？这个干嘛用的？防御。这不会都是给我用的吧？这个鼻环就算了吧，真要挂上，感觉我这漂亮的鼻子都要掉。这是鼻环。这么夸张，感觉像是给牛用的。不要。我觉得还可以。我不可以，我不同意。这些真的都是给我用的吗？当然了。可是人家不喜欢嘛，算了，行不行？我已经能听到你在心里骂我了。我最近脾气真的很不好，警告你不要惹我。那这个呢？你喜欢吗？哎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漂亮。可惜它不是防御法宝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真的对我有感情吗？这又是什么？丹药，味道还行，吃了可以平心静气。哇，心情好好。拜见城主，拜见城主。城主，城主，走开，别来烦我！想我的道理吗？城主，这不是有一个吗？我是一件也不会穿的。逗我玩呢？司马教你几百岁的人了，跟小孩一样幼稚啊！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心情不好，连天气都来凑热闹。的确是笨重了些。师祖，元彻来信了。您看，计划已展开，请静候消息。石仙侣要上钩了。师祖这是在为庭宴制作法器吗？我看外面雷声作响，是不是庭宴就要渡劫了？你倒是聪明不少。难怪你要带庭宴来风花城，是因为这里有渡劫保护，还有雷鸣山谷，可以帮助庭宴渡劫，对不对？可是庭宴要遭受的雷劫，应是49雷劫。按照他的修为，加上您的功法辅助，应该能轻松渡劫。那师祖为何还要费力
做这么多。我不会陪他一起。为什么？天道气运向来针对司马氏一族，我陪着他，只会令他更危险。这不是个储物法宝吗？怎么成防御灵器了？你亲手炼制的啊？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到底有多少层防御禁制啊？数完了吗？不数了，这么多肯定用不上。总会有像上次那般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。我思来想去，还是炼制防御法器最为妥当，能在危险面前保你无虞。最近肯定不会啦。你很快就能用上。为什么？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啊？你让我睡不着。司马娇，我也没做亏心事啊，怎么心里这么慌啊？娇娇，这里有问题。娇娇，哎呦，我心里真的很慌。以前打雷我心里也不这样的。你很快就要突破炼虚期了，所以会有雷劫。啊！难怪我最近如此烦躁。原来你送我防御法器，是害怕我被雷劈死。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身修者吧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行行行，你最厉害了。要不这段时间你还是别碰我了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渡雷劫。你别摸我！你现在就去渡雷劫。我们到了。好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石玉香吗？嗯，你想当我的小白脸？他也是化神期修者，就快突破了。哦，这么巧啊！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雷鸣山谷从前是司马氏一族所有，可助渡劫。但如今，只有失势之人，才能享此优待。那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保护罩啦。你自己进去吧。
真让我一个人啊？作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考试人才，最出色的就是心理素质了。放松。按照我的资质跟灵根，从化神期到炼虚期一般是4-9天劫。雷鸣山谷能削弱雷，我有娇娇给我的超强防御法器。还有这么一身修为挡着，不就36道雷吗？肯定没问题的。这么快啊！这雷的架势是要把我劈个灰飞烟灭啊！这不是4-9天劫，这是99天劫啊！不是说只有即将飞升成神的大成修者，才会有99天劫的吗？我一个化神期，何德何能啊！这里哪里是渡劫啊？明明是想劈死我！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身修者吧？如果我在这儿被劈成了碎渣，那人的脸一定被打得很痛。还是再挣扎一下吧。你安静坐好，不会有事。
不是让你好好坐着吗？怎么不听话？司马娇，我心跳好快，不知道是刚才雷劫阵势太大，让我心有余悸，还是此刻的你太让人心动。你能不能好好谈恋爱了？这么大的动静，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？在这里渡雷劫，外面不会引起异响。如果好好照顾，就算你伤口恢复得慢，应该也能在10天内痊愈。这是特地为我准备的。对啊，谁让你是我的小白脸？我不想包扎，麻烦。不，刚上过药，不包扎的话，伤口很容易裂开，就包1天，包1天好不好？等伤口稍微长好一点，我们再拆，啊？哎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好担心呐。就包着嘛，我都用了你给我的璎珞项圈了，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心意，你要是不用的话，岂不是白费了？求求你了。嗯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撒娇啊？那你看出来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挺受用的。如果换了别人，那么高的修为，受这样的伤，吃点灵丹很快就能好。可司马娇却不能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被你陷死。司马娇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血凝花的香味，气息像是从血液里溢出来的。是吗？这个世界上，是不是只有我才能闻到你的味道？你特地找到这里，又特意给我炼制了那么厉害的防御法器，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这次雷劫不会那么简单？对，因为你的身上有我的气息。天道气运，容不下我司马氏。他想杀我，你身上沾染着我的气息，所以才会引来这9雷劫。我本来想趁你在渡劫的时候，离你远些，或许你能侥幸避过。我
赖着上天，连我的气息也不愿放过。这天道怎么那么可恶，还要祸及全家？怕了？怕我连累你？我当然不怕。但杜雷姐好麻烦的，我的修为还是不能长得太快。嗯。